不是中国，印度成为俄乌冲突的大赢家，美、俄、欧三方面通吃，还给西方上了一课。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俄乌冲突已经打了100多天了，西方现在开始出现了评估各方得失的声音。俄罗斯军队虽然在战争中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整体形势向好，但是俄军也遭受到了严重的消耗。乌克兰正面临被肢解的风险，东部多个城市被打成废墟，而欧洲也出现了能源危机，引发通货膨胀。美国因为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和高油价同样遭受战争带来的冲击波，也在被消耗。俄乌冲突的大赢家是谁？有人认为是中国，这可不一定。普京在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对中国而言，损害最大的就是战争破坏了全球化进程。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其次是战争导致能源价格的高涨，而中国呢，又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说实话，俄乌冲突带来的全球性能源价格的上涨和粮食危机，想找到一个赢家并不容易。就目前的局势看，印度反倒可能是一个奇葩，而且呢，印度还三方通吃。印度成为俄乌冲突的赢家，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一是提升了其国际地位，欧洲基于对抗俄罗斯的需要，美国呢又要对付中国。印度虽然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但仍然成为了香饽饽。俄罗斯有求于印度，因为印度是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客户，又是俄罗斯军火的大买家。中国呢，也想缓和与印度之间的关系，毕竟我们从来就没有把印度当成真正的对手。美国想对付中国，就离不开印度。想让印度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就要加强与印度的防务合作。欧洲国家希望印度能够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但是他们的说话根本不管用，最后也只能通过提升双方的经济关系来拉拢印度。第二，印度利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大发横财。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印度先从俄罗斯进口大量打折的原油，再由印度的精炼厂将这些俄罗斯的原油精炼成石油制品，然后销往欧美。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并不涉及在第三方国家的精炼成品油，这就等于给了印度通过精炼油赚差价的机会。自俄乌冲突以来，印度从俄罗斯的石油进口量已经飙升至每天80万桶，而此前为每天3万桶。印度信实工业旗下的一家炼油厂从俄罗斯购买的原油是俄乌冲突爆发前的7倍。的确，印度通过这种方式做到了3赢，也就是除了自己发财之外，对欧洲、俄罗斯和美国通吃。一方面给俄罗斯经济输了血，另一方面缓解了美国和欧洲的因为高油价所带来的通胀。当然，主要是他自己发了大财，而且还不违反西方的制裁。西方和俄罗斯都因为俄乌冲突而被大大的消耗了，甚至呢是在流血。只有印度挣得盆满钵满。于是西方国家开始指责印度不道德，结果反而让印度外长给欧洲上了一课。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欧洲人必须摆脱欧洲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的心态。他强调，印度占世界人口的1/5，是世界第5或第6大经济体，有权站在自己的一边，权衡自己的利益，做出自己的选择。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参与者正在到来，而印度就是未来世界新的一极。世界不能像过去那样以欧洲为中心，这就是印度给西方的答案。如果细品苏杰生的答复，就可以发现更有意思的一点：西方想利用印度对付中国和俄罗斯，而印度是实实在在的在利用西方国家，甚至是在利用俄乌冲突的机会发大财，成为了这场战争的罕见赢家之一。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